我昨天祷告，上帝回答问我说：“到底是我在用还是你在用？”因为毕业了就不能用了，所以牧师他就悔改了，然后叫我爸爸来说愿意帮我写推荐信。那我就透过这个事情，我再次印证说，就是这个时刻，我退伍后就要去念神学院。那刚才牧师啊，您提到了，就是您也听到了神的声音，而且您也真的确认了神是呼召您要让您去做传道人了。但是也讲到了您的父母在您还很小的时候，或者说还没出生之前，他们已经知道神的心意啊，让您将来去远方来传扬神的福音。那作为父母，当听到你要做传道人，他们是什么心态啊？他们是开心呢，还是觉得有一点舍不得呢？非常好的问题。那我其实一得到这样的一个上帝给我的讯息呼召以后，我先跟我妈妈，我跟我妈妈比较亲，那就跟大家分享。那妈妈也就说啊，那你就好好的祷告啊，看上帝怎么带领你。我妈妈也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我相信她知道这个是上帝亲自呼召我以后，她也在开始为我祷告，所以她就是非常的就是用祷告来支持我。我爸爸呢，虽然是他是跟我讲说，他最早听到上帝要母腹中就拣选我，然后呢也带我读圣经，也在教会里面做长老，但他的观点就非常的不一样。怎么说呢？因为那时候我才升大三嘛，那大四之后毕业以后，我可以选择去在台湾要服兵役，或者我可以考研究所，那或者选择出国，有3条路可以选择。我爸爸反而他在这时候他就说，在我准备大学准备面对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反而建议我说你出国，然后念到博士，然后你回来再现身做传道人，这样你呢对一些知识分子传福音就比较有说服力，比较有说服力。他建议我走这样的路所以是他的不能说阻拦我，但是他就是有他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见解跟一个推荐的方向。那您听了父亲对您的这个推荐吗？我坦白说，我从小也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所以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呢，跟我的从小喜欢读书啊，然后追求这个知识的这个方向是不谋而合的。所以我心里面也是觉得如果父亲愿意让我出国读博士，我当然是很开心啊。那我所以就没有去多想这个问题。但是上帝在那个时候就引导了我，他让我在这个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就让我去做了一个选择，就是我选择先去，其实那时候我已经考上研究生了，但是呢，我就选择先去当兵，也没有选择出国，选择去当兵。然后当完兵以后呢，我就直接进入了神学院，因为在当兵的那一个过程当中，上帝又再一次的提醒了那个呼召，叫我说要放下一切，竭力的为神国，为了应该我的人生是不是再去追求这个学问啊、博士头衔啊，然后说如果你要服侍我，我会给你走这个我要你走的路，而不是用你想象说用博士学位去叫人说服人来信主。你人信主是靠上帝自己的能力，而不是靠我的学问，靠我的头衔。那在那个时候，我选择先去服兵役，在服兵役当中，上帝在提醒我，我就毅然决然在服兵役的过程当中，就趁一次休假回来去报考神学院。那报考神学院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插曲，来印证了上帝真的对我的呼召，就算是那个时刻。能讲一讲吗？可以。如果有人去报考过神学院的时候，就知道一定要写教会牧长的推荐信，一定要请教会牧长来写推荐信。所以那时候呢，我也请我原本的教会的牧师来帮我写这个推荐信。那刚才我已经说过，我们教会自己有圣经学院，那我也在那边修了大概1/3的学分。本来教会的打算是等我退伍后，他要为我加开课程，让我能够密集的在1年内就
上完剩下所有的学分，然后就可以在教会里面全职的来做一个传道人。但是我那时候去报考的是另外教会外面的另外一家神学院，那我的牧师就不开心啦，他觉得我好像这什么自己教会的不读，跑去外面去读，那而且他对那家神学院有他自己个人的看法，所以他就对我爸爸，那时候因为我不在家乡，我在外地去服兵役，那我就请我爸爸跟我的牧师要推荐信的时候，牧师就说为什么要去读那个神学院？读那个神学院出来的都不能教会不能用，说回来教会不用，容易跟我吵架。今天大家神学装备不同，思想不同，他就不愿意写。那我怎么办呢？我从小到大都在教会长大，我也找不到第二个牧师帮我写推荐信。我爸这样跟我讲，我也没有办法，我就祷告，就说上帝，这个如果你真的要我去读神学院，那你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办法。那特别是过了大概2-3天之后，我的牧师就叫我爸爸来说：“松恩不是要去报考神学院吗？那个要写推荐信，推荐信我写。”爸就很说：“你不是说不愿意帮他写，说去那个神学院毕业以后教会不能用吗？”他说：“我觉得我牧师非常的诚实，我觉得在这方面我非常的敬佩他。说我昨天祷告，上帝回答问我说。”到底是我在用还是你在用啊？毕业了就不能用了，是你在用还是我在用？所以我牧师他就悔改了，然后叫我爸爸来说愿意帮我写推荐信。那我又透过这个事情，我再次印证说，就是这个时刻，我退役后就要去念神学院，而不是去出国留学，或是再考一个研究所，或是在社会上面再找一个工作，做几年，然后再看进一步。上帝要怎么带领，是很清楚的，就是在退伍后所以我退伍的第2天，我就去神学院报道。那个时候您一定还是就是充满着信心，说我要做一个好传道人，我要开始我的这个侍奉的生涯了啊！前面真是一片光明，有神也有牧者在后面，还有我爸爸妈妈，那信心当然是满满。但是当您真的开始跨上这个传道之路的时候，是不是情况也像您所想的那样呢？在神学院学习的过程当中，跟在实际牧会的是有一段的差距。但我觉得非常感恩的是，我的神学院他们不是只是注重知识跟理论的。我们常常讲，我们神学院就是讲到灵命知识。然后还有我们这样的跟神的关系这个是要结合在一起的，不能够只强调神学学问而已，也要在服事上面，在生命上面去扎根。那特别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让我帮助我很快的能够不是只是去神学院学知识，而知道我要更去看见侍奉是要去服事人心的需要，是在我入学这个神学院的第1个月的时候，那刚好是1999年9月的时候，在台湾发生了921大地震那时候我才刚进去，大概修2到3个礼拜吧，大概在剩1个礼拜那一期密集班就结束了，学校立刻停课，然后去救灾。那我自己也亲自的去那个灾区，地震的灾区，我去了1到2个礼拜之间，大概1个多礼拜，亲自住在那边，看到那些灾民他们的里面的内心的恐惧跟害怕，然后突然发现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需要，那我一定要靠着上帝的能力来去陪伴他们，帮助他们。我那时候给他什么安慰的话，他们基本上听不进去，我们就是送物资给他们，然后在他们听他们说他们那些伤心的故事，陪他们一起流泪，然后最后握着他们的手说：“我为你祷告，然后我什么时候再来看你。”我就在那个1个多礼拜的时间，我体会到说，服事不是我神学院装备好我就可以服事，服事一定要靠着上帝的能力，这些装备是必要的，但是我最后还是要靠着上帝给我的恩典。
然后去参与在这些人的这些苦难里面，然后陪着他们一起来走过。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神学院的他们的反应，去救灾停课，然后还有这个我自己的参与，我自己的经历，都让我看到说，不知道为我之后做面对服事上面的一些挑战艰难，我觉得给我一个打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根基，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一个很大的帮助。神已经开始预备了你服事的战场啊，让您通过这种去地震亲临现场啊救灾这样的一个环境来磨练你，也让你来进行你的神学生的这样的一种实习啊，真实的怎么样去面对人群来传福音哈，特别是在这些患难当中的人。那在这个神学院之后，您是不是就马上去到了宣教工厂，还是说您就去到教会开始服事呢？在这个神学院结束之后，我是回到我的母会，有2年做这个青年的传道，做年轻人的工作。这段时间我觉得对我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自己也是从在做学生的时候被上帝呼召，所以我也就是对这个青年神在他们身上工作非常的这个上心，所以我也有回去了两年的时间在做全职的这个青年传道。后来我是又再回到神学院，又进修了第2个神学硕士，是因为我想要在圣经跟神学上面有更好的去装备自己，那也将来可以不只是做牧养，也可以做一些更多圣经教导的侍奉。所以我又回去了神学院念了这个第2个硕士。那在这个第2个硕士的过程当中，念第2个硕士的过程当中，上帝才再一次提醒我说，他给我的呼召是耶利米的呼召，是列国的先知。既然是列国，那我就不能只能待在一个国家里面。所以那时候我才开始有意识的说，那我应该要出国吗？我应该去哪里呢？我开始寻求这一个方向，我不知道。